當人類第一次在另一個星球上飛行時，沒有人聽到螺旋槳的轟鳴，沒有人看到機身在塵暴中顫抖，只有一張模糊的黑白照片，證明着這個不可能的時刻。2021年4月19日，距離地球1億6000萬公里之外，一架重量不足2公斤的直升機，在火星稀薄的幾乎不存在的大氣層中懸停了39秒。這39秒改變了人類探索宇宙的方式。這架直升機的名字叫做機智號，它的旅程從一個看似瘋狂的想法開始。2012年，美國宇航局噴氣推進實驗室正在研究一個前所未有的概念，在火星上飛行。火星的大气密度只有地球的1%，相當於在地球34000米的高空飛行，任何常規的飞行器在那裡都無法獲得足夠的升力。更致命的是，火星溫度在夜間會驟降至-90°C，而白天的沙尘暴能夠遮天蔽日。工程師們用5年時間建造了一個看起來脆弱的小東西。機智號只有49厘米高，2個碳纖維旋翼展開後直徑1.2米，重量僅有1.8公斤。為了在稀薄的大氣中產生足夠的升力，它的旋翼必須以每分鐘2500轉的驚人速度旋轉，這是地球上直升機轉速的5倍。旋翼尖端的速度接近音速，任何一絲設計缺陷都可能讓它在起飛的瞬間解體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機智號必須完全自主飛行。從地球向火星發送指令需要數分鐘，這意味着它无法被人類實時操控。它必須自己判斷地形，自己選擇降落點，自己應對突發狀況。它攜帶的計算機芯片實際上來自智能手機行業，這是人類第一次在深空任務中使用商用處理器。沒有人知道這些芯片能否在火星的極端環境中存活。2018年3月，聯邦預算為機智號撥款2300萬美元。2019年8月，它被安裝在毅力號火星車的腹部。2021年2月18日，毅力號在傑澤羅隕石坑着陸，機智號也隨之抵達了這個紅色星球。4月3日，機智號被部署到火星表面，它靜靜地躺在那裡，太陽能板對準天空，像一隻剛剛孵化的幼鳥。工程師們給了它30天的測試窗口期，計劃進行5次飛行，僅僅5次，因為沒有人相信它能活得更久。4月19日凌晨3點34分，機智號的旋翼開始旋轉，地球上的控制中心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直到早晨6點46分，信號終於抵達，機智號升空了。它懸停在3米高度，保持了39秒，然後平穩降落。黑白相機拍下了它的影子，那個影子落在火星塵土上，像一個不真實的幻影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動力控制飛行在另一個星球上完成了。那一刻，控制中心裡的工程師們只是靜靜地盯着屏幕，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數據。他們知道，這不僅僅是一次飛行，這是一扇通往未來的門，正在緩緩打開。機智號沒有攜帶任何科學儀器，它的任務只有一個：證明飛行是可能的。而現在，它做到了。但這僅僅是開始。4天後，機智號進行了第2次飛行，飛到5米高度，52秒的時間。第3次飛行，它水平飛行了50米，這是地球上測試時從未達到過的距離。每一次飛行都在突破設計的極限。第5次飛行後，按照原計劃，它應該就此退役。但宇航局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，讓它繼續飛行，成為毅力號的空中偵察員。從那一刻起，機智號不再只是一個技術演示品，而是一個真正的探索工具。接下來的2年半時間裡，機智號進行了驚人的67次飛行。它飛越了陡峭的沙丘，穿過了布滿巨石的峽谷，在毅力號前方偵察路線。它的相機拍攝了數千張照片，幫助科學家選擇地質目標。它飛得越來越高，最高達到24米，飛得越來越快，最快速度達到每小時36公里，飛得越來越遠，最長一次飛行距離超過700米。它在48個不同的機場起降，經歷了3次緊急降落，在火星的嚴冬中存活下來。冬天是最危險的時刻。機智號原本被設計為在火星春季運行，但當冬季來臨時，它無法在夜間為加熱器供電，飛行計算機會定期凍結並重啟，每一次都可能是致命的。
工程師們重新設計冬季運行程序，讓機智號在極限溫度下繼續戰鬥。它挺過了零下90度的寒夜，挺過了能見度為0的晨暴，挺過了傳感器失靈和通信中斷。2023年4月，機智號完成了第50次飛行。2年前的那個39秒的懸停，已經變成了超過145秒的複雜飛行任務。但隨着飛行次數增加，機智號的組件開始顯示出磨損跡象。軸承在摩擦中老化，太陽能板上積累了塵埃，電池效率開始下降。工程師們知道終結的時刻遲早會來。2024年1月18日，機智號準備進行第72次飛行。這是一次簡單的垂直測試，目的是檢查飛行系統並拍攝周圍地形。它升至12米高度，懸停拍照，然後開始下降。一切都按計劃進行，直到32秒，機智號突然與毅力號失去了聯繫。控制中心陷入了混亂，距離地表還有1米的時候，所有信號都消失了。工程師們盯着空白的屏幕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。整整1天沒有任何消息。第2天，通信恢復了，機智號還在發送信號，但傳回的數據令人心碎。6天後，照片終於抵達地球。機智號的導航相機拍攝了自己旋翼的影子，那個影子是殘缺的、扭曲的。至少有一片旋翼嚴重損壞，其他的也遭受了重創。調查顯示，4片碳纖維旋翼全部斷裂，其中1片在距離機身13米的地方被找到。機智號還能站立，還能發送信號，但它再也無法飛行了。事故調查持續了近1年。工程師們發現，機智號當時正在一片幾乎沒有特徵的沙丘上空飛行。它的導航系統依賴向下的相機識別地面紋理來判斷速度和方向。但沙丘表面過於平滑，系統無法追蹤任何參照物。當它開始下降時，傳感器誤判了水平速度，機智號實際上是以超出設計限制的側向速度着陸的。它降落在一個陡峭的沙坡上，機身瞬間發生了猛烈的滾轉，旋翼以每小時近650公里的速度旋轉着。當機身傾斜時，巨大的彎曲力矩超過了碳纖維的承受極限。旋翼尖端相繼斷裂，其中1片從根部完全脫落。失去平衡的旋翼系統產生了劇烈的震動，電力需求激增，通信系統隨之中斷。但令人驚訝的是，機智號最終穩穩地停留在地面上，太陽能板朝天，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。2024年1月25日，美國宇航局正式宣布機智號的任務結束。它原本被設計為飛行5次，結果飛行了72次。原本的任務期是30天，結果運行了近1000個火星日，超出計劃33倍。原本預計的飛行時間是幾分鐘，結果累計飛行了超過2小時，總里程達到17公里。它飛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高，都要遠，都要久。但機智號的故事並沒有結束。雖然它無法再飛行，但它依然活着。它的太陽能板依然在充電，它的傳感器依然在工作，它每周仍會通過毅力號向地球發送氣象數據。工程師們估計，只要太陽能板能夠供電，機智號可以作為一個氣象站繼續工作20年。它將記錄火星的風速、溫度、氣壓，為未來的探索者提供數據。這個曾經翱翔在火星天空的飛行器，現在將永遠守候在傑澤羅隕石坑的某個角落，像一座孤獨的紀念碑。2024年12月，美國宇航局公布了機智號事故的詳細調查報告，並分享了後續計劃。機智號的成功催生了下一代火星飛行器的設計概念。新型飛行器重量將是機智號的20倍，能夠攜帶數公斤的科學儀器，每天自主飛行3公里，探索火星車無法到達的地形。它将不再是技術演示品，而是真正的科學平台，能夠深入峽谷、攀登懸崖、探索洞穴。機智號證明了飛行在火星上不僅是可能的，更是必要的。它證明了商用技術可以在深空環境中存活，證明了自主系統可以在通信延遲下做出正確決策，證明了精心設計的機器能夠超越所有預期。它的遺產不僅僅是72次飛行的數據，而是對未來探索方式的徹底改變。當人類最終踏上火星時，他們將看到機智號的殘骸，那些斷裂的碳纖維旋翼，那個孤獨站立的金屬骨架。
那將是人類在另一個世界留下的第一件飛行器，是勇氣與智慧的證明，是不可能變為可能的見證。機智號證明了，在那片紅色的荒原上，在那片稀薄的幾乎不存在的大氣中，在那個距離地球億萬公里的異世界，飛行依然是屬於人類的夢想。那個39秒的懸停，那個模糊的影子，那個不起眼的小小飛行器，改寫了航空史，也改寫了太空探索史。它的名字是機智號，它曾經在火星上飛行，而它的精神將會永遠飛翔在人類探索宇宙的征途。